刚才有人按门铃，我看了一下，是那个亚洲超市，网上亚洲超市为给我送货来的。我昨天买了一些吃的，因为这个贸易战嘛，听说是过那么1-2个月、2-3个月，这个超市的存货就会消耗殆尽。这个新的东西再进过来的话，它的进价就会高多了，因为加了税之后嘛，那到时候就会涨价了。听说那个胎嘛、肾上的东西都涨价了，所以呢，都说要去注意囤点货。因为我听说现在港口啊，很多那个船啊都停开了，所以呢，我们家正好也好久没有从亚洲超市买东西了，就买了一点吧，也没买多少，200多块钱。这次就主要不是零食了，主要买了一些菜，还有一些肉，还有一些冷冻的东西。今天我又买了一些饺子。哇，这么多饺子！万汤鱼，这个是谁？我搁到那个国二姐的那个冰柜里面去。这个是猪肉，这个也是那个5公斤。这怎么有2包呢？这个是鸭胗，这个是鸡爪子，再买了一只鸭子。这是百叶，这里面都是菜了。这有菜有米啊什么的。这个不是菜，全是青菜。对，都是菜。哇，这么多青菜！苋菜、茼蒿，这个小青菜是那个小上海青，这是空心菜。买的这个大蒜，我特别喜欢它已经包好这个皮了，就不用自己包了。青椒菇，这里边是什么？啊，香肠。这是什么？哦，这是那个酱，这个是那个老干妈的腐乳啊，辣腐乳，这个好吃。这个是老北京炸酱，做炸酱面用的。啊，对，这个都是米，糯米，这个小米。这是早上煮粥嘛？我们早上煮粥一般就是1周吧，吃1次小米，然后呢，吃1次那个燕麦。然后其他时间都是吃那个 Nantos 的，有时候吃那个红色的，有时候吃绿色的。这个是大米，国宝的，我挺喜欢国宝米的，好多年没用鸡精了，买了一个鸡精。他们以前对这个鸡精啊有看法，说里边放了味精，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味精的。反正他们也给那个味精已经证明了，说那个味精其实对身体也没什么害处，少吃点应该也没什么问题。我应该再买几斤老干妈了，忘了买辣椒酱了。这个红枣是老牛爱吃的，还买果丹皮了。对，别让你失望了，给你买一点的。啊，这个宁夏菌枣，这个枣挺好吃的。果丹皮，这买了2包。这次没买零食了，因为我最近能吃零食吃多了，都胖了，胖好几斤了。花生。哎，这个是老牛爱吃的。这个是韩国的大酱吧？这是辣椒酱，韩国辣椒酱。真不错。这个是韩国大酱，用来做汤，很好吃。面条。买了2包面条，一个阳春面，一个炸酱面。我觉得这2种面条都挺好吃的。好，就这么多，花了200多块钱，我觉得还挺合算的。大概是3周前吧，我做了一个视频，就讲到贸易战开打，然后呢，我跟风去抢购，因为我看了新闻报道嘛，就说有美国人去抢购的，然后我们附近的超市呢也发出通知说要涨价了，所以那时候我是到超市去囤了些货，买了些东西，大概买了1500块钱的东西吧。就有些朋友给我留言说，从来没见过美国有抢购的现象。确实，我当时在那个视频中呢，就带大家去那个超市看了，
也确实那个人流量和平时的也差不多，还没有出现抢购。确实美国人一般是不怎么去抢购的，最多也就是圣诞节前黑五的时候去抢一些比较便宜的东西，那时候超市的人就特别多。但是囤货这种现象呢，我觉得还是存在的，尤其是疫情之后，在疫情期间有很多东西都是缺货的，还是有不少人在家里囤一些货。而且美国人的购物习惯也是一次买东西就把一周的东西都买齐了，其实也是一种小型的囤货吧，就是他们的购物习惯有点不一样，但也不是说完全没有抢购和囤货的现象。那也要看情况，尤其是现在这种关税战的影响下，人们的心理也跟着发生变化。我所知道的一些朋友，白人的朋友，他们也有囤货的。但是从这个历史上长时间来说，美国人确实是没有这种囤货的这种传统。为什么美国人没有抢购这个习惯呢？我觉得有几个原因。第一呢，就是美国人的物资相对来说比较丰富。美国呢是一个农产品大国，所以美国很多的农产品都是出口到别的国家去的。所以呢，在美国住着确实不用担心被饿死，这里的食物确实是很充足的。而其他的一些工业品呢，又可以以很便宜的价格从中国呀、越南啊、印度这些国家来购买。所以呢，美国是一个物资非常丰富的国家。第二点呢，就是这个贸易战开打以来呢，这个商家、这个超市的存货它还能延续一段时间。一般商家的存货有几个星期，甚至1-2个月、2-3个月的。尤其是有一些商家呢，之前就预判到川普政府会加关税，所以就提前采购了很多的存货。比如说像我自己那个小公司，我就提前采购了很多的存货放着，就担心这个关税。所以呢，现在这个涨价的效应还没有完全的显现出来。但是呢，我也听说了有些东西涨价了，比如说主要是卖中国产品的一些平台，比如说那个 Temu、Shein， 听说那个价格已经涨了不少了，有的涨了30-40%，甚至有的涨了100%。而且我还听说了美国的港口船只的停靠量很大幅度的下降，有的时候可能有30-40%的下降，也就是说发货量锐减。这呢，一方面是造成了码头工人有的就没有活干，另外呢就是这个存货可能就有点跟不上了，那必然就会导致这个价格的上涨，可能有一个延后的效应。所以在价格还没有真正涨起来的时候，我觉得美国人也不会去抢购的。还有一点呢，就是跟美国人的存款的数量有关系。我觉得很多美国人他即使想抢购，他也是有心无力，他也没有那个资金去抢购。我在网上查了一下美国人的存款的数量，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把这个关键词saving balance in USA 输进这个谷歌里边看到的第一条就是美国中位数的存款金额是8000美元，这是美联储的数据。让我们把第一个点进去看一看。那中位的存款收入是8000美元，这包括所有的交易账户，包括支票账户、储蓄账户、货币市场、活期账户，还有这个借记卡。这个中位数呢是指50%的那个正中心点，也就是说50%的美国人他的存款收入是不足8000美元的，然后还有50%的美国人的存款收入是高于8000美元的。而2019年美国人的存款中位数是6140美元，2010年是4780美元，现在提高了不少了。然后这个平均的存款金额呢，在2022年是62410，19年是48220，10年是4450。为什么这个平均数比这个中位数要高这么多呢？就是因为有很多富人他有很多的存款，而穷人呢没什么存款，所以平均呢就把那个穷人的平均数也拉上去了。就这里还讲到，就是美联储发现只有54%的美国人他的这个储蓄的金额能够支撑3个月的费用，而且只有45%的人可以从他的银行的支票或者是储蓄账户里支出400美元的交费。我再来看一个中文的资料，这里是一个出国的一个网站这不是一个很权威的网站，但是它也是根据美联储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数据来说的。美国家庭存款它这里是包括了银行账户和退休储蓄，比如说 401k 之类的刚才我说的那个数据是不包括退休储蓄的，所以它这里的中位数是11700，这个要高一点点。而这里的平均数呢是在17.5万美元，那高多了。我引这个中文数据呢，就主要是想给大家看看这个不同的收入阶层他们的存款这个差距是非常非常大的。美国贷款服务机构 Magnify Money 做了一组分析，
结果显示，按照中位数算法，第一，收入排名前1%的家庭的中位数存款达到115万美元，同时超过50%的低收入家庭没有存款。这个只是低收入家庭里的一半没有存款，而不是整个人口的一半。第二就是婴儿潮时期及1946年以前出生的家庭的中位数存款约为 9.7 万美元，而出生于 X 世代1966到1980年代的人家庭的中位数存款为 4.3 万美元，千禧一代的中位数存款则只有9230美元。也就是说，虽然平均每个美国家庭拥有 17.5 万美元左右的存款，但事实上只有收入排名前10%到20%的家庭拥有这一数额的储蓄水平，且收入最高的10%的家庭的储蓄可能是全美国平均水平的很多倍。美国底层40%的家庭则很可能没有任何储蓄。这个看起来挺可怕的这个贫富的分化特别严重。我之前早就听说了美国人的这个存款是特别少的，但是这么少我真的是没有想到。我想这也是美国人不抢购的一个原因吧，因为很多人根本就没有那么多钱去抢购，所以很多人都是月光族，很多人等着发工资呢，他也不可能寅吃卯粮，那这个抢购也就抢不起来了。那些比较富裕的阶层呢，他对于这个价格的变动就不是那么敏感了，所以他也懒得去抢购了，最多也是大家稍微囤点货在家里吧。我之前有个视频讲到了，就是川普发起的这个贸易战最终可能还是会走向妥协的，因为发起这个贸易战对中美两个国家肯定都是有伤害的，这个不用说了。对美国民众来说呢，就是加了关税，其实就等于是加了消费税，那你平常买日用品就要多花钱，那等于你的工资就是降低了。还有一些人的东西，比如说农产品一些科技产品它受到这个高关税的影响之后呢，这个销量肯定会大减，这也影响到很多人的生计。中国呢肯定是出口就会锐减，也会影响到很多人，有的工厂有的小公司它的生意就很差了，然后很多人呢可能就会失业，就是对两个国家肯定都是有比较大的影响的。但是在这场关税战中呢，因为两个国家体制不一样吧，我觉得中国可能更能扛一点，而美国这边呢，如果民众的生活受到比较大的影响的话，就会起来反对。所以我觉得川普政府发动的这个贸易战其实现在有一点骑虎难下的感觉，他想跟中国谈，但是呢又不能表现得太急切，不能让人感觉到他有想退的感觉，所以就是处在这样一种很尴尬的境地吧。但是我觉得这个关税战最终还是持续不下去的，应该再过几个月就会有转机，我们一起来期待吧。不知道大家对这个关税战是怎么一种看法，对您的生活有没有影响，也欢迎您在评论区把您的看法说出来。那这期视频就到这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谢谢您。